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绝对是近期婚恋市场上的一个热点案例。说到两岸婚恋，很多人都带着刻板印象，尤其是在经济条件这块，总觉得大陆条件好的姑娘怎么会看上台湾的男生呢？但今天的故事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对主人公，女主小文，苏州姑娘。家境优渥，在一家大型外企做高管，年薪破100万。男主阿志，台东小伙，在当地经营一家民宿，年收入约台币80万左右。这对跨海情侣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但从一开始，经济差距就成了他们之间的一道坎。月薪不到10万，你怎么养家？这句话是小文在两人交往初期说过的一句话，当时可把阿志伤着了。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婚后1年，小文却完全变了一个人，甚至主动搬去台东生活。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给大家扒一扒这背后的故事。说起来，小文和阿志的相识还挺有缘分的。那是3年前，小文跟着公司团建去台湾，行程中有2天是在台东，住的就是阿志经营的民宿。那是一家建在山边的小木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虽然不豪华，但特别有情调。小文当时就对这家民宿的主人印象不错，阿志长得挺帅气，皮肤晒得有点黑，但精神很好，笑起来特别阳光，而且服务很周到，总能提前想到客人需要什么。更让小文惊讶的是，阿志居然是台大毕业的高材生，本来在台北一家大公司做得好好的，却突然辞职回到家乡开民宿。为什么要放弃高薪工作回来开民宿呢？小文好奇地问。阿志笑着回答，因为想要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吧。台北的日子太匆忙了，每天都在为了钱打拼，根本没时间好好生活。回到家乡，虽然赚的少了，但能每天看海、种花草，做自己喜欢的事，这种幸福感是钱买不到的。这番话让当时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的小文很触动。团建结束后，他还特意加了阿志的社交软件，两人就这么保持了联系。谁知道半年后，小文公司要拓展台湾市场，他又被派去台湾出差。这一次，他特意安排了假期，又去了阿志的民宿住了几天。这次相处下来，两人都产生了好感，开始了异地恋。但好景不长，现实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小文家境优越，从小到大没吃过什么苦，在苏州有房有车，工作也是人人羡慕的金领。而阿志虽然学历高，却选择了一条躺平的路，每个月收入不高不低，刚好够自己过得舒服就行。小文的父母得知女儿谈了个台湾男友后，一开始还挺高兴的。在他们心目中，台湾人挺有素质的，而且女儿能找个高学历的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当他们了解到阿志的实际情况后，立刻变了脸色。1个月才赚那么点钱，还开什么民宿啊？这不是没出息吗？小文妈妈直接说道，台湾那边消费也不低啊，就他那点收入怎么养活你？更别说以后要孩子了。小文爸爸也跟着发话。这些话传到了小文耳朵里，他虽然对阿志有感情，但也不禁开始犹豫。毕竟在大陆，尤其是在苏州这样的发达城市，男生的经济能力确实是择偶的重要标准。而阿志的收入在苏州可能连个中产都算不上。终于有一天，小文忍不住在视频通话中问了那句伤人的话，阿志，我知道你现在过得很开心，但是月薪不到10万，你怎么养家啊？这句话一出口，视频那头的阿志明显愣了一下，然后苦笑着说，小文，台湾这边的消费水平跟大陆不太一样，我这收入在台东其实生活得很不错了。如果你愿意过来，我们完全可以过上很舒适的生活。但小文却不以为然，可是我在苏州已经习惯了这边的生活节奏和消费水平。你的收入在台东或许够用，但如果我们要在苏州生活，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啊。阿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认真地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台东生活呢？这里空气好，节奏慢，虽然没有大城市那么繁华，但生活质量真的很高。但这个提议立刻被小文否决了。去台东，那我的工作怎么办？我好不容易爬到现在的位置，年薪破100万，你让我放弃这一切去台东当民宿老板娘吗？就这样，两人陷入了僵局。小文觉得阿志没有上进心，
而阿志则认为小文太过看重物质条件。眼看着这段感情就要结束在价值观不合上了，但命运就是这样奇妙。就在两人关系降到冰点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机会改变了一切。小文的公司决定让他长期负责台湾市场，需要他在台湾待上半年。这半年里，他有了更多机会深入了解台湾的生活和文化，也有了更多时间和阿志相处。最开始，小文住在台北，周末才会去台东见阿志。慢慢的，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台东的生活方式。早上在海边跑步，白天工作，晚上和阿志一起看星星聊天。没有了苏州那种快节奏的压力，他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更让他惊讶的是，阿志虽然收入不高，但生活质量却出奇的好。他的民宿虽然不大，但每一处都收拾得干净整洁，还种了不少花花草草。他会自己动手做家具，会修理电器，会烹饪美食，基本上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能搞定。我们台湾男生从小就被教育要会照顾自己，阿志笑着解释，不一定要赚很多钱，但一定要会过日子。小文这才慢慢明白，阿志不是没有能力赚更多的钱，而是选择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他追求的是生活品质和内心的满足感，而不是数字上的财富累积。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加，小文也发现两岸在婚恋观念上的差异远不止金钱这么简单。在大陆，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人们普遍认为男方要有房有车，有稳定且可观的收入，这是组建家庭的基本条件。男方的家庭背景、经济实力常常被视为衡量一个男人是否靠谱的重要标准。而在台湾，虽然经济条件也很重要，但人们似乎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品格、责任感和生活能力。台湾社会鼓励年轻人追求自己喜欢的事业，即使不是最赚钱的行业。阿志这样有学历却选择回乡开民宿的例子，在台湾并不少见。台湾社会很发达，但不一定非要用高收入来衡量。阿志跟小文解释，我们更注重的是生活品质和内心的富足。即使收入不高，但只要勤劳肯干，生活过得舒适自在，那也是很成功的。这句话让小文陷入了深思。在苏州，他确实赚得多，但工作压力大，每天早出晚归，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虽然他拥有很多物质条件，但生活品质却未必有阿志高。更让小文感动的是，阿志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家人的责任感。他每周都会去看望住在附近的父母，帮他们打理果园。虽然收入不高，但他会精打细算，确保家人过得舒适。我以前总觉得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小文坦言。但现在我明白了，发达不仅仅是 GDP 数字，还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就这样，随着了解的加深，小文的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半年的台湾生活结束时，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决定。他答应了阿志的求婚，并决定移居台东。你疯了吧？小文的闺蜜得知这个消息后直接吼了出来，你放着苏州的高薪工作不要，跑去台东当什么民宿老板娘？小文笑着回答，我已经和公司谈好了，可以远程办公，只需要每月去台北总部开几天会。其实台东的生活真的很美好，你来住过就知道了。小文的父母更是接受不了，在他们看来，女儿这简直是倒插门啊！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精灵，怎么能屈就于一个小民宿老板呢？但小文已经下定决心，在他看来，和阿志在一起，他找到了内心真正的平静和幸福。物质条件固然重要，但精神上的契合和生活质量同样不可或缺。就这样，小文和阿志在台东举办了一场简单而温馨的婚礼。婚后，小文继续远程为原公司工作，同时和阿志一起经营民宿。婚后的生活和小文想象的一样美好，没有了大城市的喧嚣和压力，他的身心状态比以前好多了。最让他惊喜的是，阿志虽然收入不高，但特别会过日子，两人的生活质量一点也不低。其实台湾的消费观念和大陆很不一样，小文常和朋友们分享，这边的人不会盲目追求奢侈品和高消费，而是更注重实用性和性价比。阿志教会了我如何精打细算却活得精致。更重要的是，阿志给了小文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他虽然不是什么大富豪，但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付出让小文感到无比踏实。
婚后1年，小文的闺蜜卓玉专程从苏州飞来台东看她。本来卓玉是抱着看笑话的心态来的，她一直认为小文这段婚姻撑不了多久，迟早会因为经济问题回到苏州。哎呦喂，真是不敢相信！卓玉一进门就惊呼起来：“这真的是你们自己的家吗？也太漂亮了吧！”小文和阿志的民宿在过去1年里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小文的营销策划和阿志的手艺下，他们把民宿扩建了1倍，还增加了许多文艺小资的元素，成了台东热门的网红民宿。怎么样，现在相信我的选择没错了吧？小文得意地揽着闺蜜的肩膀说：“我告诉你，阿志虽然月入不到10万台币，但他的生活智慧和情商比那些年薪百万的精英男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卓玉将信将疑地打量着周围，可是你以前在苏州的生活条件也很好啊，住大平层，开豪车，用名牌包，现在这些都没有了，真的不会觉得委屈吗？小文笑着摇了摇头，你还记得我在苏州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吗？每天早上7点出门，晚上9点回家，周末还要加班，虽然住着大平层，但连好好享受的时间都没有。名牌包再贵，也不会让我多1分钟的睡眠时间啊。现在呢？小文指着窗外湛蓝的海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能看到这样的风景，呼吸着最新鲜的空气，在自家院子里种的有机蔬菜吃，晚上还能和老公一起看星星，这些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卓玉看着小文神采奕奕的样子，不得不承认她确实比在苏州时看起来幸福多了。其实啊，这1年我最大的收获不是什么物质上的东西，而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小文泡了一壶阿里山高山茶，慢慢地向闺蜜倾诉着心里话。以前我总觉得男人一定要有钱有势才算成功，女人嫁人就要往高处走。但现在我明白了，婚姻和爱情最重要的是2个人价值观的契合，是能不能一起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卓玉好奇地问：“那你们现在的收入情况怎么样？”毕竟柴米油盐是实打实的开销啊。我还在给原来的公司远程工作，收入比在苏州的时候少了一些，但在台东的消费水平下完全够用了。小文解释道，而且我们的民宿经过改造后，知名度提高了不少，收入也比以前翻了1番多。再加上阿志教我的各种理财技巧，现在我们的存款反而比我在苏州工作时增长的还快呢。阿志教你理财？卓玉一脸不可思议，他不是只会过小日子吗？正说着，阿志端着亲手做的点心走了进来。听到卓玉的话，他笑着解释，其实台湾人特别注重理财教育。虽然我们不像大陆那样疯狂追求高收入，但我们很重视如何让有限的钱发挥最大的作用。阿志接着向卓玉介绍了台湾普通家庭的理财观念，注重储蓄和保险规划，不盲目消费，投资以稳健为主，追求长期回报而非短期暴利。这些理念在台湾家庭教育中是很基础的内容。你别看阿志现在只是开民宿，小文骄傲地说，他对投资和理财的了解比我这个金融专业毕业的还深入呢。我们结婚后，他帮我重新规划了投资组合，现在的收益率比我自己乱投资的时候高多了。卓玉听得目瞪口呆，在他的认知里，台湾的经济水平比不上大陆1线城市，台湾男生的赚钱能力也不如大陆精英男，但现在看来，这些都只是片面的认识。而且你知道吗？台湾的社会福利其实很完善。小文继续说，医疗保险覆盖面广，费用低，教育资源分配均衡，不需要像在大陆那样为了孩子上学买学区房，这些都大大降低了生活的压力和成本。听完小文的分享，卓玉感叹道，看来我们对台湾的了解太片面了。一直以为台湾经济不行，其实人家生活质量和社会保障可能比我们还好。对呀，所以我现在特别想和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小文认真地说，希望大家在选择伴侣的时候，不要只看表面的收入数字，而是要看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和责任感，这些东西才是长久幸福的根基。随后几天，卓玉住在小文和阿志的民宿里，亲身体验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每天早上跟着小文去海边晨跑，白天和阿志学习如何管理民宿，傍晚在院子里采摘新鲜蔬菜做晚餐，晚上在露台上喝茶聊天看星星。这种慢节奏却充实的生活方式，让一直活在快节奏城市里的卓玉感到无比新奇和向往。
说实话，我现在有点羡慕你了。临走前，卓玉对小文说，虽然你放弃了高薪工作，但获得了真正的生活。小文笑了笑，其实我不认为自己是放弃了什么，而是获得了更多。金钱永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卓玉回到苏州后，把小文的故事分享给了朋友圈。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故事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很多人都对小文的选择表示好奇和佩服。没想到台湾男生是这样的，我一直以为台湾经济不行，男生都很穷呢。原来幸福的标准可以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大城市高收入才行。感觉台湾的生活方式好向往啊，慢节奏但质量高，比我们每天累死累活强多了。看到这些留言，小文决定更系统地分享自己的跨文化婚姻经验。他开始在社交平台上记录自己在台东的生活点滴，分享两岸婚恋观念的差异与思考。他写道，在大陆，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男生首先要满足有车有房有存款三大硬性条件，这被视为对家庭负责的基本表现。而在台湾，虽然经济条件也很重要，但人们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生活能力、情感表达和家庭责任感。台湾男生普遍比较会过日子，从烹饪、清洁到修理家电，大多数人都能独立完成。他们不会把家务视为女人的事，而是夫妻共同的责任。这种生活自理能力和家庭参与度是我最欣赏阿志的地方之一。另外，台湾社会对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看得很重，在大陆加班到深夜被视为拼搏和上进，而在台湾准时下班回家陪伴家人才是负责任的表现。这种观念差异也影响了两地人对成功的定义不同。小文的分享引发了更多讨论，不少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婚恋观和生活方式，甚至有几对跨海情侣专程来台东拜访小文和阿志，请教他们如何处理两岸婚恋中的文化差异。小文的父母也在去年冬天专程来台东住了1个月。刚开始他们还担心女儿在台东会过得不好，但看到小文和阿志恩爱和睦的生活，以及焕然一新的民宿生意，老两口终于放下心来。阿志这娃儿虽然赚的不多，但是真心对小文好啊。临走时，小文妈妈悄悄对女儿说，比起那些只会赚钱的男人，这样贴心顾家的女婿才是真正的好女婿。小文爸爸也不再提倒插门的事，而是主动和阿志讨论起了民宿经营和扩建的计划，还提出要投资他们开分店。现在小文和阿志的婚姻生活已经进入第2年，小文已经完全适应了台东的生活，和当地人打成一片。他不仅继续远程工作，还和阿志一起开发了民宿的新业务线，文创产品和农产品销售，把台东的特色产品卖到大陆，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跨海电商。最近小文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好消息让两家人都欣喜若狂。以后我们的孩子既能接受台湾的教育，又能了解大陆的文化，多么幸福啊！小文抚摸着自己的肚子，对阿志说。阿志紧紧握住小文的手，谢谢你当初选择相信我，愿意来台东和我一起生活。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个巨大的改变和牺牲。小文摇摇头，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我选择了一种更适合我的生活方式，一种能让我真正感到幸福的生活。如果重来一次，我还是会做同样的决定。回想起3年前那句月薪不到10万，你怎么养家？小文不禁莞尔。原来幸福的家庭从来不是只用金钱来衡量的，真正的富足是2个人携手共建的温馨生活，是彼此尊重、理解和支持的感情纽带。说到这里，作为一个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我想分享一个小感悟。现在的年轻人在选择伴侣时，往往过于看重对方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而忽视了性格、价值观等更本质的因素。但正如小文和阿志的故事所展示的，真正能够长久的感情是建立在彼此理解、包容和共同成长的基础上的。两岸婚恋中的文化差异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让2个人有机会跳出自己熟悉的思维框架，重新审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能获得更宽广的视野和更丰富的人生体验。最后，祝福小文和阿志的小家庭越来越好，也祝福所有正在寻找真爱的朋友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丽姐，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欢迎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